据悉，伊朗核科学家被袭后，美军舰立马转头集结波斯湾，连美媒都承认这是美国海军自利比亚战争后向波斯湾集结的最大海上力量。这是前所未有的。据福布斯12月22日报道，越来越多的军舰无法藏在21英里宽的海峡中，即使不知道准确目的何在，但美国海军希望伊朗欣赏美军军舰庞大的武器装备，这是在向伊朗释放前所未有的信号。双方骤然紧张的气氛恐怕将再次上升到新的高度。据悉，在伊朗核科学家以及高级将领的接连身亡，三方局势一再僵持，但一直未等到伊朗对美国、以色列展开更有力的回击。本以为此次事件伊朗决定先咽下这口气，再另做打算，以三方无事发生结束。结果，美媒22日透露重磅消息，美国海军正在向波斯湾集结多年来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海上力量，这是向伊朗释放前所未有的信号，似乎可能会有大事发生，目前尚不清楚。据福布斯12月22日最新报道，12月21日，佐治亚号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协同还有2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伴随，一共携带力量398枚垂直导弹管，用于巡航导弹和其他弹药，而其核潜艇便可携带154枚战斧巡航导弹。就是这样的舰艇，美海军军舰和核潜艇在光天化日之下驶过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海军希望伊朗人看到这些军舰，并欣赏其庞大的武器装备。美媒是这样说道：认为狭窄的霍尔木兹海峡当然无法掩藏美海军舰队，但足够美军向伊朗释放针对伊朗核设施为美军打击目标明确的信号。因此，伊朗才没有实施打击计划。除了乔治亚号打击小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海军向波斯湾地区部署的军舰也越来越多。据报道，美国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至少可以确定有3艘航空母舰，分别是尼米兹号航母、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和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与其战斗群一直在波斯湾地区静候指令。不得不说，这是前所未有的美国海军最大海上力量的集结。事实证明，面对伊朗近段时间的缄默，让美国更加得寸进尺，以确保潜在的对手了解美国，需要随时准备战斗为由，逐渐向波斯湾派遣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海军力量。目前，对于伊朗唯一的安慰，大概是美国海军并未在波斯湾集结的最先进的航母战斗群，其中34岁的罗斯福号航母和43岁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所承受的压力比较大。比起一触即发的冲突，美军更多的是借伊朗的缄默，抢先集结强大的海上战斗群，释放信号。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双方是否会发生实际冲突，美国海军多线备战的疲惫肯定是无法避免的。一次性集结众多强大的舰艇之后，舰队之后的维护和机组人员的休整都会造成美国海军力量的空缺，这将是美军未来最担忧的事情。然而，该新闻引发美国网友热议，甚至有网友评价：“朋友们，很抱歉，这个决定非常错误。波斯湾整个海岸线和岛屿上都布满了功能强大且经过验证的仿制的中国 C802 反舰巡航导弹。如果美军在波斯湾内行动，在完全控制该地区之前，美军将损失数十艘舰船。”据环球网12月22号报道称，近日印度媒体爆料，印军再次出现翻车事故。这次是一辆印度军车直接翻入中印边境一处峡谷中，当场军车直接被摔成一块铁饼。据了解，这次翻车事件发生在距离乃对拉山口约17英里，也就是17.4公里的地方。当时车辆正在行驶在富满纳雪的路面上，结果可能是没带上防滑链，或者防滑链没给足安全感，这辆军车竟然一个大滑翻下峡谷，车内4个士兵和1位士兵儿子基本全军覆没。值得一提的是，这则消息出来以后，就有网友嘲讽道：“不愧是三哥，优秀的传统技能。”还有人笑称，印度陆军可能想说，别以为只有空军才会摔，我们也会。哪天我们摔辆摩托车，能一下子死伤几十个人。说实话，印度这还是没使劲儿，不然怎么一辆车只有4个人呢？要知道，当年在印度大阅兵上就有一幕展示了印度一辆摩托车可以载8、9个人的超级力量。这次估计还幸好是护送任务，不然印度还可能再摔死一波。不过这次竟然还有一位幸运儿，在军车摔成铁饼的情况下，竟然坚强地活了下来，也不得不佩服这位三哥的求生欲望了。据了解，当时车上一共4位士兵，带着1个军人的孩子。虽然没有透露这位小孩是车内士兵的孩子还是外面军官的孩子，但可以肯定的是，都死了。当时车子翻下峡谷，并且摔得完全看不出形状，这位士兵竟依然奇迹生还。从图片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辆车摔得就像跟捏纸团一样。
说句题外话，确实十分幸运的。对于此，咱们还是抱以人道主义关怀好了。有意思的是，印度虽然翻车不如坠机有名，但是翻车同样也是大咖。在今年9月12号，印度一天之内连续报道3名士兵死于车祸，从为了躲人被拖拉机碾压，到为了躲牛导致爆胎翻车，还有之前众多数不胜数的翻车事件。看来印度不愧是拥有优良传统的国家。如今在此我们贡献自己的传统技能，咱们呢也不要太过于开心。毕竟作为中国的好邻居，印度贡献如此出色的表演也是不容易的事。印度现如今是摔飞机已经无法满足自己，想要多从翻车中找快感。这要是哪一天告诉小编印度潜艇也翻了，估计小编也不会怀疑的。毕竟秉持这份传统技能，印度还有什么事儿是干不出来的呢？日前，中国075型两栖攻击舰2号舰又有新消息。据观察网报道，停泊在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的新一代075型两栖攻击舰2号舰，经过8个月的紧装气装，075型两栖攻击舰2号舰进行了首次试航。据了解，075型两栖攻击舰是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排水量为3万吨级的大型平甲板的两栖攻击舰，可以搭载几十架直升机。该两栖攻击舰内务舱可以坐2栖战车和气垫船的等武器装备。值得一提，这次075型两栖攻击舰2号舰首次试航，引发很多居民网友的关注。新闻中，网友还拍摄了这艘两栖攻击舰，还关注到这次试航的这艘两栖攻击舰与前面1号两栖攻击舰之间试航的间隔时间来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在建造舰船的神速。有军事观察人士分析认为，这么短时间内就建造出2艘攻击舰，可以看到了建造舰船的优势。从首艘075型两栖攻击舰试航到075型两栖攻击舰2号试航，可以看出来具备几个特点。首先就是建造进度方面，众所周知，年初新冠疫情影响，加上之前2艘075型两栖攻击舰还着火，1号舰建造中仅使用几个月时间。与此同时，2号舰的船体就已经成型。其次，装备建设方面很成熟，在造船厂内安装舰岛过程中，从舰面到舰体使用钢材到使用舰船起吊机，已经形成一整套技术。美国海军军情部门曾经中国海军海警及政府公路船舶2019至2020识别指南文章中提到，针对075型两栖攻击舰建造，1年内爆出多艘两栖攻击舰，可能在2022年到2023年左右密集入役。可以看出，美国军方就已经意料之中的事情。当075型两栖攻击舰2号舰首次试航的消息传在海外，引发俄罗斯人盛赞道，西方无法理解的是中国工业产出的效率和规模，俄罗斯也没有同样的优势。中国海军拥有世界一流的工程，产品都是顶级品质。事情最开始是在巴铁的军事国防论坛，该论坛经常有印巴两国的网友隔空对线，相互嘲讽，为此也吸引了部分我国网友从旁为巴铁网友助拳。而在不久前，有疑似我国网友就在论坛里转载了一篇央广军事关于我国外骨骼装甲的报道，很快该消息就引发了印巴两国网友的热议。最先开始冒头的是个加拿大网友，该网友认为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抵挡不了印度反坦克导弹，不过很快这个加拿大人就被人抓了现行。有网友就讽刺，你一个印度人装什么加拿大人？你印度人的身份对你来说很可耻吗？这话一出，自然是引得不少网友调侃三哥又出来冒充国际人士了。有一说一，如果翻墙去外网评论区看留言或者讨论的话，经常能看到有冒充其他国家人来指点江山，间接吹捧印度超级大国的。这也不知道是该说印度人自信呢，还是说印度人不自信呢？以至于有些本来和印度无关的事情，印度网友都要过来插一脚，强行把印度话题带出来。有点恶心的是，说积极的事情，那就是中印是亚洲的未来。看到风向不对，印度又成了亚洲的中心了。有的甚至冒充别国网友进行回复，这一点在国际论坛上十分常见。也因为这一点，有的时候聊到印度话题，除开一些无脑逢华必反的东西，场面往往是全球网友调侃印度一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讨论继续，也有印度网友针对话题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有印度网友表示，这是中国的宣传，图片看看就行了。结果很快就被人打脸。有网友指出，早在2020年中国国防科技展览会上，就有机构展示了单兵外骨骼装甲，很高兴他们这么快就已经投入实际应用中了，而且用在了最急迫的领域上。说点中国积极的，就开始强调中国对外宣传。显然印度一些人只能通过欺骗自己，让接受不了的事实消失。实际上，有观察人士就曾经调侃，印度网民在网上挑中国的字，基本上就是3个老套路，要么就是直接否认东西是假的，要么就是印度人更强大，用科技来辅助人体，这种东西印度不需要，要么就是中国士兵穿外骨骼，说明身体素质不行，印度又赢了。所以其实在国际论坛上很容易就能看出是不是阿三冒充的。